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一种神奇的经历：与一个陌生人相遇，初次见面便感到十分熟悉，仿佛彼此曾在哪个角落相遇过，却又清楚地知道从未见过。正如一句歌词中所描述，是缘分太多，还是上辈子见过？而这种感觉往往让人陷入思索，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的熟悉感？与此相对，有些人明明素未谋面，但见面却莫名心生厌恶，仿佛对方身上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排斥感。也许是一种潜在的感应，亦或是冥冥中的缘分未了。正所谓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冥冥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早已被命运安排好。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我们共同修行，不断探索。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订阅，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福德无量。佛教中提到的因果轮回，便试图解释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佛教相信，人的一生不过是无数轮回中的一环，人生的每一段关系，每一段缘分，可能都与前世有关。我们与某些人的缘分，可能源自未了的情感，未偿的恩怨。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缘分的形成，正是前世因果的延续与报应。那么，因果轮回的存在究竟是真是假？为什么有些人会与我们产生这样的纠缠，而那些让我们感到莫名熟悉或不适的陌生人，又在前世与我们有着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出发，揭开前世今生之间的神秘关系。在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里，生活表面看似平静，然而背后却隐藏着一段纠缠了数世的因果关系。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女主人勤劳能干，女儿则美丽可爱。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应该是温馨幸福的。然而，女主人却常年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所困扰。女主人从未对丈夫产生过真正的感情，婚前的相亲不过是匆匆一瞥，便因男方老实的外表而匆忙决定结婚。婚后，丈夫的许多习惯让她感到难以忍受，尤其是他在饭桌上发出的声音，常常让她感到尴尬与窘迫。久而久之，夫妻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家中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特别是丈夫那股让她无法忍受的体味，更是让她不愿与之同床共枕。女儿从小便感觉到父母之间的隔阂，对父亲的态度也愈加冷淡。父亲虽然没有恶意，但他的寡言少语和与家人疏远的态度让女儿感到陌生。久而久之，父女俩几乎形同陌路，即便是最普通的交流，也变得稀少而僵硬。女儿与母亲关系亲密，但父亲的存在却始终是母女2人心中的隐痛。时间在无声中流逝，日复一日的冷战与疏远让这个家庭变得愈加破碎。女主人开始接触佛法，希望通过修行来缓解内心的痛苦。她每日诵读佛经，甚至开始与女儿一起吃素，希望借助佛法的力量来消除内心的怨恨。然而，这份皈依并未使她对丈夫的厌恶减少，反而让她更加敏感，甚至觉得丈夫身上的气味都让她无法忍受。于是，夫妻2人分房而居，家庭生活走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眼看着女儿即将成年，女主人早已打定主意，等女儿一上大学便与丈夫离婚。然而，她内心的痛苦并未因此减轻，反而因为常年的压抑而患上了各种疾病，身体日渐虚弱，头痛也时常伴随她左右。正当她心力交瘁之时，她遇到了一位通灵老居士。这位居士经过修行，能够看透前世今生的因果关系。女主人怀着忐忑的心情向老居士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希望能得到一丝解脱。通灵老居士仔细聆听了她的叙述后，深思片刻，告诉她：
你与丈夫的因果早在几百年前便已结下。前世你曾是一个贫苦的采药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有一天，你在深山中听说有一棵千年老榆树，它的树皮能入药，价值不菲。你决心找到这棵树皮，换取一笔丰厚的收入，娶一个媳妇，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听到这里，女主人感到有些迷惑，但老居士继续讲述。在你准备去剥取榆树皮的前一晚，你梦见了一位身穿翠衫的公子跪在你面前，哭泣着请求你不要剥他的皮。原来这位公子便是那棵老榆树所化，他修炼了1000年，若能再坚持3年，便可得道成仙。公子请求你3年后再来，届时他必有重谢。但你在梦中拒绝了他，因为你等不了3年，你急需这笔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梦醒后，你没有犹豫，继续前往深山，将老榆树的树皮剥下带回药铺。虽然你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但你却因此断送了老榆树成仙的机会。听到这里，女主人感到震惊不已，她无法相信自己前世竟然与一棵树有如此深厚的因果关系。老居士继续说道，而你的丈夫正是那棵千年榆树所化，今生的他脾气古怪，举止笨拙，正是因为前世的劫难所致。他的魂魄在被剥去树皮后，带着不甘和怨恨转生为人，而你们的相遇，正是前世未了的债务使然。女主人终于明白了为何自己与丈夫总是格格不入，为何她身上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无法忍受。原来这一切早已在几百年前埋下了伏笔。老居士的话并未止步于此，不仅如此，你的女儿也在这段因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是前世药铺的小伙计，正是她怂恿你剥去榆树皮，导致了这场劫难。虽然他在前世并没有成为你的儿子，却因为这个因果关系，今生转世为你的女儿。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女主人和她的女儿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早在前世便已注定，而今生不过是对前世恩怨的延续与偿还。女儿对父亲的冷漠，与父亲之间的隔阂，皆是因为前世小伙计欠下的业债。通过老居士的点拨，女主人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对丈夫怀有如此深的怨恨，也终于理解了女儿为何与父亲关系如此冷淡。老居士劝他们，既然已经明白了前世的因果，就应当在今生真心忏悔，化解这段业障。只有放下对过去的执念，才能在今生获得真正的解脱。听到这番话，女主人和女儿内心的执念逐渐消散。虽然这段婚姻依旧充满了挑战，但他们决定尝试用新的心态去面对彼此，去化解前世未了的恩怨。随着女主人逐渐领悟到前世因果的真相，她决定试着改变自己的心态。虽然与丈夫的生活依然充满不和与冲突，但她意识到，正如佛教所言，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继续怀抱怨恨，今生的苦痛不仅无法解脱，反而会加剧来世的因果循环。她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一味地指责丈夫的种种缺点，而是尝试用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去看待他。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多年积累的怨气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消解。每当丈夫不修边幅，言语粗鄙时，女主人依旧会感到不适，但她试着提醒自己，这些都是前世的因果所致，并非她本身的恶意。她开始意识到，丈夫不过是一个因果的承担者，他与她一样，也在这一场命运的轮回中承受着自己的苦果。想到这些，她渐渐不再执着于改变丈夫，而是先改变自己对这段关系的看法。与此同时，女儿也在母亲的影响下，试着与父亲重新建立联系。她曾经对父亲有着许多不满，认为他是个无情冷漠的人，但如今她开始意识到，这段父女关系背后也有着前世的因缘。她试着主动与父亲说话，虽然每次的交流依旧显得生疏和笨拙，
但他渐渐发现，父亲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样无动于衷。他或许不善表达，但在一些细节上，他开始感受到父亲默默的关心。比如，父亲总是悄悄将他喜欢的水果摆在他房间的桌子上，或者在他忙碌时默默为他做好一顿简单的饭菜。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她不再总是期待父亲做出某些明显的改变，而是学会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她意识到，父亲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像其他人那样热情外向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正如他母亲常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与命运，有些东西是无法强求的，但只要心怀慈悲与宽容，一切都能化解。母女俩的心态变化逐渐让这个家庭的气氛变得不同。虽然丈夫依旧如往常一样沈默寡言，但他似乎感受到了妻子和女儿的态度转变，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与他们对立。虽然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一种微妙的、看不见的牵引力正悄然改变着这个家庭的氛围。妻子不再时刻对丈夫的行为感到厌恶，女儿也不再对父亲怀有抵触情绪，他们的心态逐渐趋于平和，而家庭中那份曾经难以忍受的紧张感也在慢慢消解。然而，改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夫妻之间依旧会因为一些琐事产生矛盾，父女间的关系依旧时有冷淡，但每当此时，女主人都会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这些表面的冲突。她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段关系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因果缘分，无论今生多么难以忍受，也许前世的恩怨早已注定，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尽量用一种宽容与理解的态度去面对。有一天，女主人在厨房准备晚饭时，丈夫突然走进来，默默地开始帮她切菜。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于女主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多年来，丈夫几乎从未主动做过任何家务，而这一次，他居然主动帮忙了。女主人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帮助。那一刻，她感到内心似乎有一种积压已久的情绪慢慢释放开来。她不再感到那种深深的压抑与怨恨，而是一种微妙的平静与释然。与此同时，女儿也渐渐学会了与父亲相处。虽然他们之间依旧没有太多的言语交流，但女儿开始意识到，父亲的爱从来不是通过言语表达的，而是通过那些不易察觉的行动。她开始珍惜这些细微的关心，尽管他们看起来如此不起眼。日子一天天过去，家庭的气氛逐渐变得融洽。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但至少那个曾经让人难以忍受的紧张与疏离感正在逐渐消失。女主人和女儿终于明白了，前世的因果虽然无法改变，但今生的态度却可以影响未来的走向。他们不再执着于改变过去，而是选择以一颗平常心面对未来的生活。女主人曾经对离婚充满期待，渴望通过与丈夫分离来解脱自己，但如今她发现，或许真正的解脱并不在于逃离，而在于如何面对。这段婚姻或许依旧不是她理想中的样子，但她已经学会了在其中找到一份内心的平静。这份平静，正是通过理解与宽恕前世的因果而获得的。至于女儿，她也不再对父亲抱有过多的期望。她明白，父亲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她心目中那种慈父形象，但她已经学会了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学会了与他相处。这份平静与接纳，正是他前世欠下的因果所带来的智慧。这个家庭最终没有像女主人最初设想的那样走向解体，而是在理解前世因果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平衡。虽然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矛盾与不和，但那份深埋在心中的怨恨已经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理解与宽容。人们常说，
万事皆有定数，有时你认为是偶然的相遇，或许背后早已是命运的安排。很久以前，有一株开得极为美丽的昙花，它是昙花花神的化身。它的花朵总是在夜间悄然绽放，短暂却惊艳。在四季轮回中，这株昙花被一位年轻人发现了。年轻人被它的美丽深深吸引，便日日悉心照料，晨露为引，阳光为伴。昙花也因此逐渐爱上了这个年轻人。它的每一次盛开，都只为博得他的片刻注目。然而天规森严，花神与凡人终不能相恋。玉帝得知此事，十分震怒，认为昙花违背了天命，于是昙花花神被贬下凡间，只允许1年开放一次，以此作为惩罚。年轻人也未能逃脱玉帝的惩罚，他被送至灵山，赐名为陀，修炼佛法，并抹去了与昙花的所有记忆。此后的岁月里，维陀年复1年的在灵山修行，每年需下山一次采集露水。而昙花呢，他选择在维陀下山的路边生长，每年都将自己最美的瞬间绽放在他经过的那一刻。昙花抱着一丝期待，期望着维陀有朝一日能想起他们的前世情缘。然而维陀每次经过时，却从未注意到他的存在，更不曾记起那段尘封的回忆。这样的等待，年复1年，昙花的心中满是无奈与痛苦。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一次次将自己最美的瞬间展现在维陀眼前，哪怕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的希望。他的叹息终于引起了另一个年轻人的注意。这个叫玉明的年轻人在偶然路过时，看到昙花的美丽和他的叹息，不禁心生怜悯。玉明对昙花的哀愁感同身受，于是便默默守护在他身边，希望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哪怕只是陪伴。有一天，玉明忍不住问昙花：“你为何如此哀伤？或许我能为你分担些许痛苦。”昙花抬眼看了看玉明，淡淡的说道：“你只是一个凡人，怎能帮得了我？”玉明虽然知道自己无力改变昙花的命运，但他依旧选择留在昙花身边，一守就是一生。在他的陪伴下，昙花似乎找到了些许慰藉，至少在他漫长的等待中，不再是孤独一人。然而时间无情，凡人终究逃不过生老病死。玉明渐渐老去，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仍旧默默守护着昙花。最终，玉明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灵魂却不愿离开昙花。他的执念如此深重，以至于他的灵魂在离开肉体后，竟然带着昙花一起飞向了灵山。那一刻，维陀也恰巧在灵山的寺院里冥想。玉明的灵魂带着昙花，静静停在他的面前。当昙花和维陀再次相见，维陀突然想起了前世的一切，他回忆起了那段尘封的爱情，心中的情感一瞬间如洪水般涌出。昙花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维陀也明白了昙花多年来的苦守。上天见此情景，深受感动，决定给他们一次机会，让维陀下凡，与昙花了却前世未尽的情缘。然而玉明的灵魂因为触犯了天规，无奈只能漂泊于世，永世不得安宁。佛教的理论对此有着深刻的解释。佛教讲缘分，认为一切皆是因果循环，愿力与业力互相牵引，造就了人世间的种种情感纠葛。昙花与维陀的爱情，便是前世的愿力在推动着他们今生的重逢。维陀曾是那位悉心照料昙花的年轻人，正是他的关心与呵护，让昙花对他情根深重，心甘情愿地等待了1000年。他的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被贬下凡间，依然每年等待着维陀的到来。故事的结局虽然感人，但也充满了对命运的思考。维陀与昙花的情缘，最终在上天的感动中得到了圆满的结局，而玉明的灵魂却只能继续漂泊。这样的安排，让人看到了命运的无情与佛教因果报应的深奥。
正如佛教所言，世间一切都是因果循环，愿力与业力的相互作用，让每个人的命运都变得复杂而不可预测。夫妻关系自古以来便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课题，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婚姻始终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从情感、责任、欲望等多个角度分析婚姻，这让人不禁思考，婚姻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每对夫妻又该如何在这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婚姻模式？这些问题成了婚姻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婚姻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不同的夫妻类型上。首先是亲密型，这类夫妻关系大多建立在深厚的感情基础上，彼此之间有强烈的情感依赖。例如男欢女爱型的夫妻，他们将亲密关系看作爱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认为爱情的表达必须通过身体的接触来体现。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愈加普遍，因为人们对爱情的观念越来越开放，不再过度拘泥于传统的礼教。然而，这种以欲望为基础的爱情，也容易陷入空虚和短暂的激情之中，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退却，感情的稳固性便开始经受考验。而相敬如宾型的夫妻则更注重彼此间的理解与尊重，他们成熟稳重，能为对方着想，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执。这类夫妻的感情建立在成熟的基础上，彼此之间的相处较为和谐。虽然没有男欢女爱型那样炙热的激情，但却有着更加长久、平稳的感情基础。俗话说，细水长流才是真爱。这种婚姻中的理性与克制让人感到安心，虽然缺乏激情，却能细水长流的共同生活。另外，甜似娇妻型的夫妻关系是以依赖为基础，夫妻之间如胶似漆，彼此的感情密不可分。然而，这种强烈的依赖也可能成为婚姻中的隐患，因为一旦失去对方，过度依赖的一方会感到失去了生活的支柱。缺乏独立性可能会让夫妻中的一方在关系中迷失自我，甚至导致感情破裂。相较之下，如父如女型的夫妻则是通过年龄和生活经验的差异建立起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通常男性年长稳重，而女性年轻依赖。这种关系虽然看似和谐，但实际上也面临着依赖过度或失去支配权的问题。比翼双飞型的夫妻则是众多夫妻关系中的理想型，他们不仅性格相合，还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两个人在生活中能够互相扶持，携手并肩，共同面对生活的挫折与挑战。这种婚姻关系往往被人们称为人生伴侣，是夫妻关系的一个理想模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两人都能同心协力，这样的关系让婚姻变得更加牢固和持久。在亲密型之外，还有一种让人感到揪心的怨偶型夫妻。成深死海型的夫妻关系就如同死海一般，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与怨气，过去的甜蜜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争吵和不满。或许是因为前世的怨仇未了，在今生演变成了夫妻的身份，但仇恨依然如影随形，令人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深重的怨气，夫妻关系就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战斗，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了最初的关心和体谅，反而不断地伤害对方。讨债型的夫妻则是一方极度依赖另一方的付出，甚至是毫无顾忌地消耗对方的福报。例如，丈夫辛勤工作，妻子却大肆挥霍，或者妻子节俭持家，丈夫却沉迷赌博。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注定会走向破裂，因为一方的无底线索取，迟早会耗尽另一方的耐心和爱意。这种关系常常让人感到压抑和疲惫，最终走向解体。而在另一种更为极端的讨命型夫妻关系中，仇恨积累到极致，甚至会演变成谋害对方的悲剧。虽然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
但如果夫妻之间积累了太多的怨恨，最终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争吵型的夫妻则是常见的类型，他们为各种小问题大吵特吵，甚至有人将争吵当作家常便饭，习以为常。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的生活方式让人疲惫不堪。长期如此，夫妻感情自然消耗殆尽。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遗弃型的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冷漠甚至是抛弃，无论是为了追求新欢还是为了逃避责任，这种遗弃行为会让被遗弃者心生怨恨，甚至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引发报复。残酷的是，这种遗弃行为不仅伤害了另一方，也在抛弃者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亏欠感，仿佛注定了未来的因果循环。夫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亲密型还是怨偶型，都反映了婚姻中2个人如何处理情感、责任和欲望的能力。而鸟巢型夫妻关系则显得更加脆弱，这种关系如同鸟巢般暂时而不稳定，夫妻之间的缘分不深，随时可能分离。对于这种夫妻来说，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也没有太多的责任感，关系如浮萍，随波逐流，终究难以长久。同命鸳鸯型的夫妻或许是最为凄凉的一种，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没有成就，也没有地位，只能在贫困中相依为命。这样的夫妻关系虽然充满了艰辛，却也因为共同的困境而更加紧密。然而，这种命运注定了他们的爱情无法摆脱贫困和无奈。露水鸳鸯型则更显得短暂，今天的相聚可能是因为缘分，但明天却各奔东西。这种感情多半源于前世的某种恩情，今生不过是了却一段情债。人生过客型的夫妻则更加令人唏嘘，因为他们的婚姻往往因为疾病或意外而告终，短暂的相聚之后便是永久的别离，令人感到无奈。婚姻关系千姿百态，正如世间万事万物，各有其因缘。每一段婚姻，无论是亲密、怨偶还是鸟巢型，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原因。正如佛家所言，缘起缘灭皆有因果。夫妻之间的相处，既是爱与责任的交织，也是包容与体谅的体现。只有在理解和接纳对方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稳固的感情基础。婚姻生活中难免会有风雨波折，唯有共同面对，携手前行，才能真正走得长久。因此，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婚姻，也无需怨天尤人。每一段婚姻都是一段独特的缘分，而这种缘分如何发展，取决于双方的态度和努力。生活如戏，婚姻亦是如此，懂得珍惜，懂得体谅，才能走得更远，活得更幸福。有缘的朋友，感恩你能看到这里。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请随手点个赞，以此回应，留下一句百年修得同传度，共鸣心灵。愿众生早日觉悟，平安喜乐，圆满自在。尚未订阅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侧订阅，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愿你随手转发，弘扬智慧，传播善行，功德无量，福慧双增。